在之前的视讯已经讲解金属与水或酸之间的反应，说明金属的活性。今天的影片探究金属化合物在水溶液中的置换反应。从之前的影片中得知，钾金属比钠金属较活泼。以下是钠和钾的电子结构图。从原子的结构可推断，钾比钠更容易形成正离子，因钾较钠更容易失去最外壳层的电子。由于钾金属较易失去外壳层电子，导致钾金属的活性较钠金属为强。再次观察金属的活性序，得出首个的金属是钾，因为钾是最容易形成正离子，而最低活性的金属是氢，因它极不容易形成正离子。依据金属的活性序来推断金属的置换反应，它的原则是活性较高的金属可以置换较低的金属的反应。实验说明某些金属在水溶液中的置换反应，例如将铝金属放入硫酸铜溶液中，铝金属会把铜置换出来，生成硫酸铝和铜的晶体，因为铝的活性比铜为强。同时，铝箔的表面生成铜的晶体，原来的蓝色溶液则会渐渐褪色。铜与硝酸银溶液产生的反应。铜条上生成银色银的晶体，而溶液则会变成淡蓝色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将一根铜条放入氯化锌溶液中，1天之后，则没有任何可观察的变化。以上实验结果可得出一个结论：活性序中位值较高的金属 A 能够把位值较低的金属 B 从其化合物的溶液中置换出来，反之则不能。